又有一些小孔雀鱼出生了，数量上大约有20多条。一直有一个遗憾，经常看到别人的孔雀鱼一次能生70、80条小鱼，甚至上百条。而我养的这种鸿运当头孔雀鱼，最多一次才生了40条左右。是与品种不同的问题，还是运气不够好的问题呢？鱼缸的整体状态和水质情况暂时看还可以，不过前2次养孔雀鱼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，鱼的数量都和现在差不多，所以我还是比较小心的，并不怕出问题，怕的是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。事不过三，如果这次还有问题发生，真的要考虑改变养鱼思路和方法。算上这次出生的小孔雀鱼，这个50鱼缸里的鱼，大大小小的，一共应该有150条左右。初步打算是把鱼的数量养到200条，然后再淘汰掉非断代体的母鱼和长工。等到鱼缸里断代体的母孔雀鱼都成年以后，从视觉效果上来说，和现在比会提高一个档次。鱼缸里有几条金波子鱼，是我故意放到里边的，想试试这2种鱼能不能混养在一起。刚开始金波子会不停追着孔雀鱼咬，现在看起来平静了许多。不过还是有一些孔雀鱼的鱼鳍被金波子咬伤，尽量还是不要混养这2种鱼吧。养鱼过程中我是比较喜欢折腾的，可也不是没有目的的瞎折腾。比如这次混养金波子，一是想省点力，不用同时管理2个鱼缸；2是想试试鱼缸的水质。如果对水质要求较高的金波子在这个鱼缸里没有问题，说明现在对鱼缸的管理还是比较到位的。浅盘孵化丰年虾当然要有一个浅盘，浅盘可以是储物箱盖子，可以是花盆的塑料托盘，以及任何同上面提到的类似的物品。浅盘理论上越大越好，这样能增加里边水的容氧量，提高丰年虾的孵化率，最好是方形的，便于放置。个人认为，浅盘的深度最好在2厘米到3厘米之间，太深或太浅都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。还需要一个丰年虾卵的隔断，可以用废弃的一次性餐盒或其他塑料制品来制作。只要剪成视频里的样子就行了，上面什么样无所谓，下面只留4个支点，其他部分要剪掉，留出缝隙，将来作为出虾口使用。丰年虾卵隔断的高度要高于浅盘的深度，大小占浅盘面积的1/3到1/2比较适合。其作用是孵化丰年虾的时候，防止虾卵四处飘散。将丰年虾孵化盘和隔断放在不容易被人触碰到的地方。在整个丰年虾孵化过程中，要保持孵化盘和隔断的静止状态，
防止丰年虾卵因震动四处乱散。接一些自己家里的自来水，我这里自来水的水质情况很一般，发现并没有影响到丰年虾的孵化率。从这一点来看，没有必要用纯净水或矿泉水孵化丰年虾。将自来水倒入丰年虾孵化盘，在水不溢出的情况下，尽量将孵化盘注满。放一块水族用盐，也可以是没有添加剂的纯盐或大力盐，等待盐完全溶解在水中。孵化丰年虾的盐水比例，最好按丰年虾卵的使用说明上的比例来调制。我为了省事，一般是500毫升水里放一块7克左右的水族盐。丰年虾卵是需要冰冻保存的，孵化前从冰箱冷冻层里取出，常温放置几个小时后再进行孵化。考虑冻的话，化了冻的可能会对丰年虾卵的质量产生影响，同时也比较麻烦，可以取一小部分，比如10天内要孵化的丰年虾卵，常温存放，这样随时都可以孵化。接下来是浅盘孵化丰年虾的关键，取一点点丰年虾卵放在孵化盘中的隔断里，会发现丰年虾卵会慢慢散开，绝大部分是飘在水面上。再一次放入丰年虾卵，注意避开已经有丰年虾卵的位置，重复上面的操作，每次只放一点点，直到隔断内的水面上基本铺满丰年虾卵。这样操作的好处是，丰年虾卵基本都是漂浮在水面上的，能和空气充分接触，不存在缺氧的问题，从而提高了浅盘孵化丰年虾的出虾率。注意千万不要贪多，放过多的丰年虾卵不仅不能提高孵化数量，反而会因有大量的虾卵沉到水底不能孵化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。现在看到的丰年虾卵已经孵化了30个小时。可以看到，因为隔断的限制，丰年虾卵经过长时间的孵化，并没有四处分散。通常情况下，丰年虾卵在盐水里24小时以后会逐渐开始孵化。什么时候出虾和孵化温度有关，也和丰年虾卵的种类有关，甚至会和丰年虾卵的质量有关。丰年虾卵不会同一时间完成孵化，在第一批丰年虾出现的48小时内，会断断续续地完成孵化过程。孵化完成的丰年虾会从隔断底部的出虾口游出，集中在孵化盘光线较强的位置，这时就可以收集丰年虾了。用吸管将已经孵化的丰年虾吸入200目的细网鱼捞内，收集过程中动作尽量轻一些，避免孵化盘里的水流动变化过大，导致虾壳或未孵化的虾卵混入到已孵化的丰年虾内。假如在孵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丰年虾卵四处散的问题，也不要慌，可以利用丰年虾的趋光性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在孵化盘里清理出一小块相对干净的区域，孵化盘的其他部分用东西遮挡起来，只留下清理干净的部分，然后用强光照射。上面的操作在暗室或夜里进行最好，就不用遮挡了。丰年虾的趋光性决定了哪里有光亮，它们就会游向哪里。接下来，在这个有强光照射的干净区域收集丰年虾就可以了。采集完成的丰年虾，最好用水冲洗掉上面残留的盐水，然后再喂给小鱼吃。浅盘孵化丰年虾的过程中，只要操作得当，收集到的丰年虾里面
只会有少量的虾壳，基本可以忽视不管。至少在喂孔雀鱼的过程中，本人没有发现有什么危害。当然，如果有丰年虾卵的分离设备，对采集出来的丰年虾进行再次处理，效果会更好一些。浅盘孵化丰年虾的优点是容易操作，不用电，不打氧，没噪音。缺点是一次性孵化的数量有限，满足不了大量喂食的需求。另外，浅盘孵化丰年虾在温度25到30摄氏度时效果较好，低于25摄氏度或高于30摄氏度的时候，孵化出虾率会降低好多，甚至有孵化失败的可能性。丰年虾孵化后一般能存活1到3天左右的时间，需要尽快采集出来，避免孵化盘内存在大量丰年虾的情况。如果剩余的丰年虾过多，可以收集起来冰冻处理。我用浅盘孵化丰年虾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，用这种方法反复孵化丰年虾的量，基本可以满足30-40条小孔雀鱼成长到2个月的食物需求。如果感觉孵化出的丰年虾不够用，可以用2个孵化盘同时孵化，只是多占一块空间的区别。还要说明一下，我使用的丰年虾卵都是细卵，对大红卵了解的不多，不清楚是不是能达到同样的效果。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经验，欢迎在评论区交流讨论。就到这里吧，如果感觉视频的内容还不错，别忘了点赞关注一下哦。感谢观看，下次再见。